掉标签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才有问题。李正浩他直接在他的节目上面一枪打下去。本来呢是王一川厌不厌女啊，现在变成性平部主任李彦荣厌不厌男啊。这场斗争直接升格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啊。从内讧变成内斗，王一川的言论有问题，但是性平部这样杀王一川，等于是把他杀成死刑。这时候修改言辞，那就代表你性平遇到王一川会转弯，那你进步价值何在啊？王一川退，王一川要死；性平部退，民进党要死，那这不是一根筋两头堵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绿营内讧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从何伯文去挖水沟开始。当时何伯文是嫌赖嗓之命去摆拍，结果这事情后来就被人家酸说啊，你这个根本就是假的嘛，这个人家在封灾，你在那边假救灾。然后后来蓝营群体攻之之后啊，结果呢，绿营为了反攻啊，王一川就来一个大招，就是去酸卢秀燕的粉底液，所以卢秀燕看灾也是在作秀。瓷妆粉底，自爱同款2400元。然后刚秋明下单了。我看你怎么介绍啊？你请啊。对，这个我们你介绍我看你，因为这个我没办法，这个理性的东西我们没办法。但我的意思说，要去管这税管赔2400块，我们才赔安弄。对，你的脸涂2次就涂完了。我可能会这样丑的。对啊，因为我们不太懂啦。所以我的意思得罪了广大的女性，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狂喷王一川哦，包括巧芯就发车了。为什么卢秀燕是想去看灾，希望让孩子可以这么完整？是不是根本就没去看灾？然后再把她过去介绍过她自己使用的粉底液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说哇2400块用个2次都没了，然后这完全就是一种艳女跟丑女的一种说法。那这事情呢持续延烧哦，当时真的超多政治人物都出来屌王一川的。如果有被攻击化妆的事件，那您太太会用2400元的粉底液吗？你这个真的考倒我。卢市长现在是被放大的检验，他在国内去勘灾、慰问灾民以及了解状况，却被民进党说他的粉底液。那他出国听成是外交，又被民进党攻击，你怎么不留在国内？话都是民进党在讲。这一波对于卢秀燕的猛攻哦，不但没有伤到卢秀燕啊，还凸显出王一川有多低级跟低能。最大的问题就是，那民进党是死了吗？对，民进党就像死了一样，不仅不回答这问题，民进党的女性政治人物啊，吴兆瑶、吴思瑶，竟然还出来靠背蓝白。社会在关切的应当是聚焦在地方首长他的看灾有没有用心，他现在人在哪里？他飞出国了，卢市长有用心吗？为了要攻击民进党是整党赔进去了，王一川呢自己用超贵的皮带。王一川，我们都没有说你穿戴价值快2万块的名牌皮带耶，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何伯文南下救灾的时候，干嘛把整张脸涂满泥巴嘞？请问他是去打壕沟战吗？真的是太莫名其妙了吧！卢秀燕市长擦粉底就被骂作秀，何伯文抹泥巴脸就是真情流露，真是刷新我们大家的三观呐！化妆不是问题，性别也不应当拿来炒作，但是地方首长的看灾有没有用心，救灾有没有到位，才是大家要严肃面对。完全不回答问题。那这个事情到这里原本就是王一川失言，蓝营白营接连轰击王一川，本来到这里呢，这事情可能就差不多。民进党呢性平部发车了，我们不要厌女的台派。哇，这个指控就很严重啦。近日本党立法委员王一川呢在政论节目以嘲讽口吻评论台中市长卢秀燕的粉底液价格与外貌，民进党性平部对此严厉谴责。民进党现在内部都不先沟通了吗？性别平等信念不分党派，超越蓝绿，厌女言论从来就不应该是政治攻防工具，外貌羞辱是最肤浅的攻击，是以父权体制的框架攻击女性，不知道化妆品价格，不知道化妆品效果的男性，无法同理女性为维持容貌必须付出的多少额外成本，女性又必须依照社会主流的要求维持形象的同时，又必须接受男性的指教，讲的非常非常的重啊！肤浅，严厉谴责父权体制，这等于是要把王一川从形象上面彻底的摧毁。以后如果出去王一川选举，人家举一个牌子，上面给他写个王一川厌女台派绿色认证，请问王一川还能选吗？这是一个问题哦。刊摘照片是否摆拍作秀，女性政治人物有没有在做事，是一个政治人物的适格性与专业能力问题。评论政治人物的专业能力，请从政治专业角度高度切入，非以厌女言论作为攻击，否则不但没有打击到重点，反而模糊整个问题焦点。我告诉你，这有个关键哦，民进党性别平等事务部它的定义，王一川的言论叫厌女台派。今天不是王一川说什么，而是民进党性平部已经定义王一川的言论属性是什么。他
的逻辑是这样哦。如果今天王一川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实质来讨论 OK， 但是他并没有去拆解王一川的言论，他直接下了一个定义，王一川的言论就是厌女言论。哎呦，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对吧？他说我们不要厌女台派啊，建立包含性别平等的台派认同，刻不容缓，女性真正的容貌穿搭不应搬上台面讨论，更不需要男性指教，距离真正性平还有一段距离。谢谢这几天对民党性平部爱之深责这些朋友，我们继续努力啊。最后自己的孩子自己教，蓝白各人是不要见猎心喜，蓝白闭嘴，干你屁事！我自己教王一川哦，性平部可能没搞懂一件事啊，你确定王一川是你的孩子吗？葛瑞斯，一川是我哥，不是你孩子，我可以不是台派，但王一川这次我要定，我们不厌女，但拿厌女拿来政治操作真的很令人讨厌，直接开揍啊！请性平部跟王一川道歉，我是到什么平行时空吗？检讨王一川委员走风，不去检讨王世坚，谢龙介西装皮去灾区摆拍，难道就是厌男吗？何其道理啊！说王委员厌你，你倒是好好认真看看，不要中了别人的圈套啊！你们这样去脉络化跟草冲有什么不同？哦，顺便骂民众党的支持者啊！到底什么粉底跟厌女有关系？男生也可以有粉底呀！又是圣母洁癖发作，讲粉底液就跟讲朝鲜一样附加价值的话题，台派直接出征到底了。李正浩整个俩公哦，这件事如果翻页了，王一川怎么选举？你性平部没有启动调查程序，没有找王一川来说明，没有请专家学者开性平会议，没有做出结论，你发那个文由民进党中央性平部定调王一川是厌女的台派。所以为什么李正浩这么生气？王一川这种言论本身非常的不妥当，有问题，但是性平部这样杀王一川，等于是把他杀成死囚。所以现在呢，就变成王一川如果退了，未来他在女性议题上先扣到不及格，还很容易被人家杀囚。那如果是性平部要退，可是性平部讲的话并没有错误啊，他用字确实给他扣帽子，这一点是真的。那性平部都写出来也公告了，那这时候修改言辞，那就代表你性平遇到王一川会转弯，那你的进步价值何在啊？你还叫做民进党吗？民主进步党吗？你叫做退步转弯党。王一川退，王一川要死；性平部退，民进党要死。那这不是一根筋两头堵吗？从内讧变成内斗，越打越凶，越打越不平静。李正浩直接翻出民进党性平部主任李彦龙，他直接在他的节目上面直接砰一枪打下去。你说王一川厌女，撕掉标签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直接说你才有问题。本来呢是王一川厌不厌女啊，现在变成性平部主任李彦龙厌不厌男啊？台派不要厌男的性平部主任李彦龙，你给我道歉下台。也就是说这场斗争直接原地升格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他说2023年10月30日主持选好的人走好的路记者会，今天抛出影片说男生抢救王一川，女生抢救刘伯钧，果然都是女生的场合就很开心。李正浩说啊，李彦龙此外说全场哗然，在场有许多非常多的男性工作人员、男性记者感到非常不舒服，与感冒受到冒犯。其实这个有时候只是一个过场词啊，但李正浩直接把它打成你是厌男仔，这个相当于公堂之上被告变原告，原告变被告啊，见神杀神，见佛杀佛。男生抢救王一川，女生抢救刘伯钧，就今天没问题，我们就这么决定了，都是女生的场合就是开心。这就是一个很一般的 social 话，但是他可以把它逆转成是个厌女言论、假女权。李彦龙的厌男症让我好不舒服啊，可以请李彦龙离开吗？你的言论跟文字都透露着厌男症非常的严重。你直接看到青鸟就是跟着走啊，挺川哥、挺浩浩、挺冠廷，不要完全不平等的性别平等部主任。所以到了李正浩开始挖李彦荣的脚的时候，整个青鸟社群呢就沸腾了，因为李彦荣的老公呢香港人，哇，这下吃力啦！青鸟崩溃出征，肉搜民进党性别部主任老公是香港人哦。批斗王一川、李正浩，民进党性平部主任李彦龙老公竟是中国人，副主任蔡宜文挺小红书。李彦龙，你的丈夫是香港人，他早已被渗透啊！打仗拉票没有看到你，背刺前线战士还怕没人知道吗？之前声援香港，现在用不到了，直接切割。天哪，真的是杀到刀刀见骨啊！事情是越闹越大，搞得性平部呢只能再次发文说，哎呀，他们的支持鼓励都收到了啦，希望大家呢维护民主自由的路上，不要忘了进步也是本党不可或
或缺的基本价值哦。本来想出来洒水、和稀泥的，没想到这一场战争呢，不断的在往上升级呀。这个酸李正浩是直男参政带大灾难。最近讲卢秀燕的粉底液2400块，蓝白也在造谣啊，说什么艳女、什么丑女、什么杀猪。阿川就是一个直男啊，阿川说这个有2400块，他吓一跳嘛，然后就说艳女、丑女、沙文主义、不尊重女性。我们整段都在讲卢秀燕看灾干妈妈呢，台中干妈妈，蓝白有针对卢秀燕看灾，台湾干妈妈，何伯文就是都是烂泥巴，然后卢秀燕就玩装，这就这样。有人针对这件事讨论吗？看灾装弄成这样合理吗？为什么这件事那么失控？因为呢，这里面哦，可以充分看到民进党那种鬼转神功啊，都是蓝白的错啊，蓝白这样讲就可以哦，蓝白再怎么错，那阿川没有错吗？阿川做直男就可以随便批评人家吗？不是直男就可以随便对别人指三道四的吧？所以这真的是非常沙文主义的状况，两边都在乱。但是老实讲，公允一点说，其实性平部说的比较没有那么夸张。可是李正浩这个是完全上头的说法，为护航而护航，为攻击而攻击。台派上什么车？台派去蠢货，哇，连台派都可以骂，大家就去挖，到底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干到这种程度？事实上，李正浩跟李彦龙的恩怨可以追溯到2023年民进党立委初选提名阶段，当时民进党决定在新北市永和区立委选举与无党籍政治评论李正浩合作，引起党内反弹。民进党内部再度翻出李正浩过去曾以私密影像威胁前女友事件，当时就是民进党性别部主任李彦龙曾带头表态批评李正浩，若真有做过相关行为，就应该被谴责。党要选择与这样的人合作，我个人表示遗憾。这是7年前国民党内斗爆料的老料，那这件事撕到现在竟然没个头啊，还在撕啊！所以接下来会继续撕到什么程度呢？就让我们看下去。总之这个撕的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当中有一大堆的青鸟掺杂在里面，大家各种乱战。